这是你的习惯动作吧？这是你们家摆件的碎片，但这是我们在7层的安全通道拐角处意外发现的。你怎么跟我解释啊？我解释什么？很有可能是他自己走了安全通道。他好端端的为什么不坐电梯要走安全通道呢？只有一种可能，他已经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监控摄像头拍到了他31号当晚进入你家的画面，却没有他再出来的画面了。直到2019年1月2号，拾荒人发现了尸体的碎块，在这期间他没有出现在过任何地方。战宇真正的死因是机械性窒息死亡，法医在他的胃里检测到了大量的毒鼠强和酒精成分，这说明他在你家的时候就已经窒息身亡了，他就是被你背下去的。刚才你看的视频里，被拍到的那只垃圾桶我们已经找到了，现在已经可以断定，那只垃圾桶就是运尸的工具。我之前的推断，全部都是正确的。至于你的杀人动机有2个：一，你在做警方卧底的时候，战宇出卖了情报，导致了你第1次任务的失败，也间接导致了程瑞敏受伤昏迷，所以你对他怀恨在心。其2，你跟战宇是情敌。你在交代贩毒案的过程中，你也亲口说过，你一度误解过战宇和纪晓鸥之间的关系，所以不排除你心生嫉妒、情杀的可能。赵警官，我当卧底，就是为了配合警方摧毁小美人贩毒集团，为1020贩毒案来一个彻底的了断。就算程瑞敏受伤，我也要尽快破案。我为的是什么？尽快回到纪晓鸥身边。我何必为一个毛头小子自毁前程呢？看来赵警官前段日子真是白旁听了，连最起码的人物心理都分析不清。难怪纪晓鸥看不上你这。哎，怎么跟我们副支队长说话呢？证据确凿还嘴硬。那按照你说的，是你给战宇机会当了线人，可是你们同盟之后，你们关系相处的并不融洽。这导火索不就是纪晓鸥吗？如果我真是出于感情问题杀了战宇，那最起码纪晓鸥是得移情别恋嘛。但他有吗？纪晓鸥从始至终都把战宇当成弟弟，我根本就没有把战宇当成我的情敌。所以啊，你的情杀逻辑不成立。严谨和战宇的故事大概就是这样。严谨是为了你才救这个孩子的。他说战宇是你弟弟，他和你一样心疼这个孩子命苦，希望他能借此机会悔改。原来严谨一个人承受了这么多。那如果战宇背叛他，他不会做出什么？不会。严谨是武警特战队员出身，有着平常人没有的忍耐力。即便战宇背叛了他，把他逼入绝境，他也不会做出任何违背道德底线的事情。但西餐厅打人已经是非常出格了。季小姐，严谨自始至终爱的都是你，他做的这些事也都是出于对你的爱。我真心希望未来你能够给他一次机会。你们武警特战队格斗集训，是不是也包括了人体解剖结构学的课程啊？没错，人体解剖课我的成绩是优秀，还有骨骼分析、神经分析、心理学、犯罪学、审问与反审问，我学的都不错。
那你杀过人吗？赵鼎辉，你破案心切，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你们专案组的所有努力使错了方向。你们认定我是凶手，当然会把我身上所有符合凶手的特征拎出来。但你有没有觉得，你的逻辑当中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如果按照邻居的证词，室内发生过打斗和争吵，那我是冲动杀人。但现在提前准备好毒酒杀人，再扮演清洁工，分尸运尸，这是精心策划的谋杀，这显然自相矛盾。如果凶手想要杀战宇，为什么不在他的学校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了他，偏要挑我家这种物业费奇高、到处都是摄像头的高档公寓呢？原因只有一个，他要杀的人根本不是战宇，而是我。战宇的出现是一个意外，凶手杀了他，想要嫁祸给我，那问题不就简单了？在我当卧底期间，是谁想要杀死我，而且喜欢跟我下套？刘伟。刘伟跟我的身形相似，对我又很了解，又来过我家，他想要以清洁工的身份扮演我，完全有这个可能。还有，刘伟曾经杀过很多人，也亲手分过尸。当时他杀完六子，他就扬言要把六子大卸八块。这个事儿我跟你说过，刘伟对我积怨已久，平日里为了顾全大局，从来没跟我翻过脸，但为何偏偏在跨年夜当晚要不欢而散呢？我想，他提前解散酒局，就是要按照他的计划，当晚杀了我。你说的逻辑还是挺通顺的，但对我毫无意义，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刘伟做的。现在所有的证据就是通通指向你的。赵警官，行了，别再狡辩了，趁早交代了吧。我交代什么？人又不是我杀的。那好，今天就到这儿吧。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哎呀，不是您倒是说句话呀！大伙儿都这么关心，您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管教不说之前是冤枉的吗？严哥，你说句话呀！严哥不想说，就别问了，先让他好好睡一觉吧。那行吧，散了。啊，头儿，我来队里这些年，从来就没有碰到这么难搞定的嫌疑人，非但不认罪，还把罪责推得一干二净。可是严谨提出质疑的问题，我们都无法证实。
觉得分析的挺有道理的，可偏偏为什么证据又都指向他呢？难道真是咱们走偏了吗？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清洁工一定就是凶手。这动作，除了他还能有谁啊？走吧，我们去聊聊，啊？咱们去哪儿啊？排查一下战宇和严谨共同认识的人。爸爸，一会儿到家了，我能看一集动画片吗？那你先写作业，写完作业再看啊。哦。来，老方，哟，赵廷辉，你这是？战宇的案子，想跟你了解点情况。行，进屋聊了。嗯。哎，请进，请。乐乐，爸爸和叔叔谈点事儿，你先去写作业啊。小雨哥哥是不是要回来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打听，回去吧。哦。哎，坐。老方，你也甭忙了。哎，别客气，坐。来，喝水。谢谢啊。请坐。乐乐这2年身体挺好的吧？还算稳定吧。不好意思啊，咱抓紧时间聊，一会儿还得孩子做饭，下午还得带孩子去医院呢。没问题。啊。去年的12月31号的晚上，你跟谁在一起啊？啊，去年的12月31号，我和小芳还有乐乐去似水流年参加那个跨年 party，应该是6点左右到的。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那天晚上，乐乐有点不舒服，所以我们提前走了。小芳还不放心，怕我一个人照顾不了，所以就跟我一块儿回来了。慢点，乐乐。不好意思啊，我家还没有女士拖鞋。哎，你看，那天晚上我们一直在家，也没出去。我记得那天小芳挺累的，我给她煮了点粥。新天地分会场，大家好，我是东方卫视主持人优佳。你好。现在所身处的就是你好。上海的时尚地标新天地。今天我们有光荣传统的现代都市。乐了吧？很重。我们吃完宵夜就一块看电视。好像那时候11点多吧，我们睡了。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回头我问一下小芳。你跟严谨是在梨园的禁毒支队认识的，是吗？是。纪晓鸥跟我说，你们俩处的关系还不错。那时候我们在队里，大家关系都挺好的，都是兄弟。那你怎么看他呀？严谨那时候是个风云人物。我听说来队里之前，他在武警特战队里10项精英考核回回都是第1，而且擒拿格斗、枪法无人能敌。我们一块办过几个案子，确实是个人才啊。那时候严谨家境好啊，不差钱，经常请大家吃饭喝酒，人缘特别好。哦，那时候我妈住院，严谨还接济过我。后来我们就相继离队，就没怎么联系了。其实那次在似水流年再见他，我觉得有点意外。再后来，他跟小欧发生那事以后，我就刻意保持距离了。那你什么时候去的1/3工作呀？去年夏天，7月。去到那儿之后，你跟严谨的关系处得怎么样？不管之前关系再好，但现在毕竟我在他那儿干活嘛，他是老板，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严谨其实不经常去店里，不经常见他，偶尔见的话，也就是简单的聊几句。那时候就感觉他好像心里有事儿似的。对了，
严谨跟我说过，他在吸毒期间，你去他家看过他。是，我还给他送过几次饭。去过几次？应该有3、4次吧。那时候你看严谨是什么状态啊？哎呦，那时候严谨状态可不太好，颓废得很厉害，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我劝过好几次都不听，有一次我都急了，我实在不忍心看他这样呀。我总觉得他心里有事儿，总是琢磨不透。哎，他不会真的跟那个贩毒集团有什么关系吧？什么？战宇贩毒？严谨刚放出来，又被赵廷辉抓进去了，这都什么情况啊？我今天是来找方妮雅的，想问她几个问题，可以吗？那咱们去后边吧，别耽误小欧做事情。行。去年的12月31号的晚上，你跟冯卫星几点回的家9点多。之后就再没有出去过。那天我们回家一起吃了点东西。那天晚上你俩一直在一起吗？一直在一起。非常感谢你配合我们的工作。走吧。我想跟你谈谈。好啊。陈瑞敏把严谨当卧底的事情从头到尾的告诉我，即便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他还在帮战宇，他怎么可能杀他？你们肯定是搞错了。谁说好人就不会做错事了？是，就算严谨曾经是缉毒英雄，那也没办法证明他不能杀战宇啊！你忘了，是战宇出卖了他，才导致程瑞美重伤昏迷，第一次行动失败的。可是当天晚上，严谨已经狠狠地打了战宇，就算要杀他，当天晚上就可能行动了，为什么要等到跨年的那天晚上？小欧，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说实话啊，在昨天晚上重要的证据没有出现之前，我也不希望凶手真的就是严谨，我甚至都相信他。但是证据是不会说谎的，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严谨。万一你们的证据有问题呢？这个可能性很小。小欧，你心里应该清楚，严谨后来吸毒了。新年前后正巧是他毒瘾发作的时候，一个人在毒瘾最深的时候失控杀人，这种案子比比皆是。你们俩才认识1年，不要太轻易相信一个人。我跟严谨认识的时间是不长，也谈不上完全了解。但陈大哥的话让我不仅崇拜他是个英雄，也让我知道严谨跟我一样，始终都没有放弃过小雨，何谈杀人分尸？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你个人的逻辑，而且你说的每一个字都有你的主观情感，对我来说毫无参考价值。如果我的话毫无参考价值，你之前何必找我了解我们3个之间发生的事情？我现在更加确信，严谨一直都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他之前为我付出了太多，这一次无论如何，我也会证明他的清白。我相信战宇在天之灵也会帮我。不送。
过了。被转发的文章源头来自于青苹果论坛 ，ID 名叫“正义使者”。文章之所以在微博上被疯狂转发，是被一个大 V 号转发过。短短2天时间，这个大 V 号的粉丝就破了50万。博主紧紧抓着富二代情杀贫困大学生的这个点，来煽动网友的情绪。我儿子死的太惨，都是那个严谨，他就仗着他老爹是富豪，就横行霸道，就因为抢不走我儿子的女朋友，就下手杀了他。他就是个爱潜逃的变态，杀人狂。我一定要为我儿子讨个说法。记者同志，你们过来给我看看，这都是我儿子得的证书，都是我儿子参加小提琴比赛得，都是第1名。他才22岁，他22岁就大好前程就这样就断送了。我一定要给你讨个说法。头儿啊，现在网上铺天盖地全是战宇案的真相曝光，战宇他爸控诉严谨是杀人犯的视频，点击量已经过100万了。我们老战宇就这么一个好儿子，天天挣钱养家，每次小提琴比赛他都是第1名。老严家，你们给我听好了，我不管你们老严家人有多有实力，我就凭着我这把老骨头，我也要为我儿子讨回公道，讨回公道。太不像话了，真是气死我了！我说你就别看了。看什么？哎呀，这群人怎么不分青红皂白的胡写啊？小欧什么时候跟他们俩处对象了？战宇的死跟小欧有什么关系？我要告他们！你呀，就少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就好了吗？现在那群键盘侠代入感太强了，评论简直没法看。头儿，纪晓欧这以后还能出门吗？喂，李局，你怎么回事？案子为什么还不移交啊？我审完严谨之后，发现这个案子有点蹊跷。具体说。严谨全程否认杀了战宇，而且从他的供词里找不到任何漏洞。他的推理也比我们现有的证据来得更真实可信。你听我说，咱们警察办案靠什么呀？当然是证据。那你还犹豫什么呢？赶紧准备材料，走正常的司法程序。他有没有罪，到了法庭上自然有结果，抓紧办。常识告诉我们，某些事件和想法会让你产生某种情绪，而这种情绪反过来会影响你的行为。举例来说，你可能……严谨，到，出来。严哥，我说什么来着？你肯定能回家过年。王管家，咱们去哪儿？走吧。签字。什么意思？请你在上面签字。这逮捕证可不是随意签发的，需要市局和检察院2级批准。但我又没有杀人，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警察都是跟你闹着玩的？如果我们没有掌握你杀人的关键性证据，这张逮捕证怎么会出现在你面前？你也当过警察，知道这会儿反抗毫无意义。签吧。我什么时候能见我的律师？等能见的时候，自然会通知你。这样这么响呢？说你呢，你怎么那么怂呢？快点啊！使点劲儿！松了！拿那个去，拿那个去。干什么傻呢？严哥，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回家过年了吗？唉，我是没那个福气了。这回是正式逮捕。不过你们这帮小子是有福了啊，又可以跟着我混吃混喝了。谁呀？这都是。哎，你们在我们家门口干什么呢？请问您是季瑶的朋友吗？你管我是谁呢？对于分尸案您怎么看？你别拍了，别拍了！关了，怎么着？等警察来了？啊？还拍？喂，爸，咱们家楼下是不是也有记者？哦，没有。对不起，爸。你没做错什么，要说什么对不起呢？妈身体没事吧？啊，你妈没事你别担心啊。小欧啊，要是最近没事的话，你就先别回家，店里生意也别做了，让小芳好好陪着你。听话，我要去医院了，挂了。没事了，没事了，一切都会过去的，啊！我自己受再大委屈，我都不怕，但我不能让我父母跟着我一起受连累。这马上就要过年了，你说他们心里得多难受。小王，别担心，回头我替你回家去看看叔叔阿姨，啊。我就不明白了，这个真相帝到底是谁啊？他怎么知道的那么详细，连小欧家的地址都知道？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小欧，这两天你别在店里住了，这每天出出入入全是记者，也不安全。要不你先搬到小芳那儿住2天，啊？还有，你们俩尽量少出门，这吃的喝的都在网上买，我抽空去给你们做饭。那你俩收拾收拾，我下楼检查一下水电煤气。
头儿，我已经安排人重新对战宇的关系网进行了排查，禁毒支队那边也打了电话，说一有刘伟的消息就立刻通知我们。好，那个严谨的辩护律师来了，君和律所创始人燕山。这动作比我想象的还快啊！真不愧是严谨的龙凤胎妹妹，身上那股不可一世的劲儿，简直跟她哥一模一样。他都跟你说什么了？无可封挂，只要求见你。我自己现在一脑门子官司呢，能不见不见了啊！我想办法把他打发走。这早上好啊，赵副支队长。看到您的车停在下面，我就冒昧打扰了。严大律师，确实有日子没见了。是啊，这2年梨园的治安真好，我基本没代理过什么恶性刑事案件，这还得感谢赵副支队长和警员们的付出啊。不过这一次，赵副支队长的一世英名恐怕要毁了。您什么意思啊？我没太听懂啊。轰动全国的1231分尸案，势必会成为你职业生涯的耻辱，因为你们。有没有一种一线女明星被狗仔追得无处躲藏的感觉？现在明星也挺不容易的。你穿成这个样子，会不会认出来？认不出来，我都快认不出来了。楼下有辆车挺可疑的，你们来的时候注意点。知道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亚敏，小欧回来了。妈，我回来了。
叔叔，那个菜啊、鱼肉我都弄好了，您开火炒一下就可以了。大风啊，真是谢谢你了，过年还到我们家帮忙。这都是自家人，您客气什么呀？这个是给乐乐的，这给乐乐的寿星。那行，那我就替乐乐谢谢您。那叔叔阿姨提前给你们拜年了，新年快乐！啊，对，身体健康，恭喜发财。那谢谢你们啊，过年好。那我们就先走了。哎，好好，咱们走了，小欧走了，阿姨我们走了。那我送送你们。哎，您留步，正好一家人吃个团圆饭。走了，走好。哎。爸，我给你们俩买了2件衣服，你试试吧。闺女有幸了。妈，最近让你费心了，我给你买一件羊毛衫。亚明，这衣服颜色特别好看，特别适合你。爸妈，这杯我敬你们俩。这一年我没少让你们操心，大过年的让你们躲躲藏藏，连年夜饭都吃不好，都是我的错。大过年的，不说这些不开心的话。你的心意，妈妈都明白。来，咱们干杯。妈，你别光喝酒，趁热吃个饺子。这馅儿是大风挑的，特香，你尝尝。味道怎么样？妈，你别喝这么快。你妈高兴，想喝就让她喝吧。阿姨，叔叔，菜都凉了。叔叔，我给您倒杯酒吧。你先下去吧。下午我给局长打过电话，他说警方掌握了确凿证据，已经把这些材料送给检察院了。都问清楚了。当然问清楚了，我怎么可能不问清楚呢？这么大的事儿，警方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怎么可能把这些东西送到检察院去呢？案子闹成这样，警方肯定有压力，他们会很快向检察院提出。前提是他没有犯罪。但是，
果真是他杀的那个大学生，妈，爸，大过年的，你这是干嘛呢？把我妈气成这样，你就高兴是吗？你老糊涂了。被警方逮捕了，你的意思，赵廷辉抓错人了？抓错了。赵廷辉怎么不抓你，抓我和你爸呢？妈，严谨他现在只是嫌疑犯，他没有杀人，法院最终会判他无罪，你相信我。那个姓严的，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药了？你之前对他执迷不悟也就算了，他现在摊上这么大的事儿，连咱家都被他搅和得鸡犬不宁，你还自己骗自己呢？你是不是想等他出来，你再跟他好？我告诉你，严谨他这回他出不来了，赶紧醒醒吧！大过年的都好好说话，别嚷嚷。你就知道说好听的，小欧能有今天都怪你，让赵雅人，你就少说两句吧。小欧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你就不能让他在家里舒舒坦坦的过个年？你非要把他赶走吗？叔叔阿姨，我们听见小欧的声音了。大过年的，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想采访他一下，就几个问题，5分钟就行。大过年的，你打开门啊！还真以为我好欺负呢？八卦是不是？来啊！你好，我是你的辩护律师严申，这是你家属的委托函。妈还好吗？他很好。老头呢？他那个脾气，不用我说你也应该猜得到。你在里面还好吗？我挺好的呀，看，我都胖了。侦查阶段已经结束了吗？暂时算是吧。等我提完辩护意见，就可以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了。你的意思是，警方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认定我是凶手？是的。他们这一次倒是很快嘛。这是我接受委托的案子中，警方行动最迅速的一次。看来上头要求破案的压力很大呀。法律层面我不是很懂，但检察院能够批准逮捕，至少警方给出的证据能够自圆其说。我就是想不明白，除了被害人在案发当晚去过我家，对，我俩是发生过肢体冲突，但他们还有什么证据能够证实人是我杀的呀？就那个走路像我的清洁工，这分明是有人嫁祸我。严谨，我现在是你的律师，是利害共同体。无论我问你什么，
你都要跟我说实话。当然。你对认定你涉嫌的犯罪是否接受？不接受，我没杀人。好，那你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跟我说一遍，要详细，尽量别遗漏任何细节。还是等过段时间再开业吧，至少要等严谨的案子有了结果再说。我又没做见不得人的事情，鬼鬼祟祟，反而会让人觉得我心里有鬼。那些人再来纠缠你怎么办啊？报警。想起来的就这么多了。讯问笔录里，我看到你提过一个叫刘伟的人，他是谁？小美人贩毒集团的2把手，是一个狠角色。我怀疑是他杀了翟宇，所以我跟赵廷辉说明了情况，也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找到人。没有你的口供，整条证据链便缺少了重要的一环。我想专案组应该十分清楚，即便提交了检察院，检察院也会提出异议打回来重审。这就是警方为什么会在证据链没有完全闭合的情况下就匆忙结束侦查。假如他们的提案被检察院打回来，这段来来回回的时间他们还可以接着补充。看来警方也是迫不得已啊。所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这段时间专案组很有可能再提审你，一定要认真核对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讯问笔录后才能签字。记住，你有要求纠正笔录错误的权利。明白。这个案子现在对你最不利的，就是无法证明受害人是活着从你那儿出去的。这也是我最难以解释的地方。时间到了，0382，回监室。基本情况我都了解了，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哥，在里面一定要保重身体，该说的话如实交代，不该说的，无论遭受什么样的压力都不能胡说。知道。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我在这儿过得挺好的。还有，那个丫头最近肯定吃了不少苦，你帮我去看看她，你告诉她，我一定会回来。严律，季小姐来了，请季小姐。又见面了。你比我想象中要勇敢，我以为你根本就不会来。严小姐让我来，一定是为了了解事情真相。我也想知道更多关于严谨的事情，当然要来。请坐吧，尝尝我这儿的咖啡。终于明白我哥为什么钟情于你了，你的确跟他那些女人不一样。那些女人？我是说，你勇敢也很坦诚，在这个世上活得这么真实，挺难的。叫我来，想必也不是为了谈论我吧？我想知道严谨现在什么情况，你会不会做他的辩护律师？严谨已经作为犯罪嫌疑人被正式立案收押了。作为亲妹妹，我当然要为她辩护。我刚刚从看守所回来。她还好吗？你应该知道，我哥曾经做过武警特战队队员。像他这种经历过生死的人，一旦知道要在一个环境里随遇而安，他身体里的乐观主义者基因就开始占上风。所以你放心，他在里面吃得下、睡得着，就是想你。我的内心还有我的直觉都告诉我，
严谨不可能是杀战宇的凶手，但我无法理解赵廷慧为什么会逮捕他，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在这个世上，真相是最奢侈的东西。谢谢你的信任，只不过，只有你我相信他是远远不够的。警察和法官会信吗？其他人呢？众口铄金，三人成虎，你听过吧？现在这个案子被大量的无良媒体利用了，为了博眼球、博出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疯狂渲染，甚至有人说，我父亲为了我哥的案子徇私舞弊、干涉司法程序，搞得纪委都开始着手调查了。很抱歉，把你和你的家人也卷进来了。那舆论压力对案件会有影响吗？当然，这会严重影响严谨的社会形象。可能所有人都觉得，我们这种人一出生就是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但是他们不明白，在任何体制里，个体的力量永远都是微弱的。不管你处在什么阶层，风雨一来，谁都无法自保。以你的经验来看，这场官司能赢吗？全力以赴了。那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其实我今天找你来，的确有一个不情之请。你能不能去趟战宇家，劝劝战海龙，不要再在1/3静坐了，也不要再傻乎乎的被无良媒体当枪使了，这样对你我战宇3家对这个案子都没好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去试试看。谢谢你了，小欧。美琴阿姨。阿姨，怎么不锁门？这样很危险。你看，这是在唐高宗千里，小雨那时候才10岁。阿姨，你振作一点，小雨也不愿意看到你这样。你来干什么？你害死小雨还不够吗？嗯？我有没有想再看见你？你走。阿姨，网上那些都是谣言，严谨他没有杀小雨。人渣都已经被抓起来了，你还在替他说话？小雨生前把你当姐姐，你把她当什么了？阿姨，严谨之前帮过你们，你忘了吗？他和我一样把小雨当成弟弟，你真的错怪他了。你走，你走，你给我走！啊？你这个红颜祸水，你还来我家干什么？战宇的案子还没有开庭，事实真相还没有搞清楚，你可不可以先不要去1/3了？你说不去就不去。你是不是老严人派你来的？那让我消他行啊！你让老严给我拿20万，我立马就消他。你什么你？你说什么呀你？你怎么能拿儿子的死换钱呀？啊！你闭嘴吧你！我儿子死了都死了，他严谨赔条命都应该的，我管他要点钱怎么了？你无知，你不配做爹！你配，行吧？你听
什么都不干啊？就知道花钱。我管凶手家要了钱怎么了？我跟他家要钱怎么了？我跟他家要钱，他就第一的。我跟你比！看什么看？我是。姐，你已经很长时间没休息了，再这么下去的话，你的身体一定会受不了的。小区的监控录像都查完了吗？都已经查了3遍了，的确没有见过战宇离开小区的画面。燕律，警方出具的所有证据我们都已经核实过了，虽然不够完美，但是杀人动机、人证、物证全都有，已经足够支持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了。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一定有什么细节被我们遗漏了，继续查。可是该查的我们都已经查过了，案件中出现的所有细节我们全部都查了一遍，的确没有任何遗漏。刘伟那边有消息吗？2个小时前，刚刚联系过禁毒支队和刑侦支队，暂时没有。燕律，说句您不爱听的话，目前这个局面对我们来说，想做无罪辩护几乎就不可能。你们一个个这么灰心丧气，这案子能打赢才怪。一入行我就告诉过你们，任何一桩案子都是一座迷宫，只要你不放弃，总能找到它的出路。这钱绝对不能给，给了他就等于默认严谨杀人，回头再被战海龙捅给媒体，我们就更说不清了。那我们得赶紧想想别的办法。看来我只能向媒体暴露战海龙吸毒、战宇贩毒的事实了。只有这样，才能平息大众的愤怒，改变他们对严谨的印象。战海龙吸毒？你不知道啊？我也是听陈瑞敏跟我说的。他说战海龙曾经因为吸毒被逮进去过几次。怎么会有这样的爸爸？如果这个战海龙再胡闹，我只能把事情真相抛给媒体了。不行，如果我们说出了事实，美香阿姨就会知道战宇贩毒，她会受不了的。况且人死为大，我想给她留些尊严，不希望她死了还被人家议论。季小欧，你到底站哪一边啊？我就问你，我哥招谁惹谁了？怎么莫名其妙就成杀人犯了？我爸小心谨慎了一辈子，只求能全身而退，结果呢，现在晚节不保。我们家老太太从年轻天真到老，临了却尝尽世态炎凉。最近她血压高的吓死人，我请你也体谅体谅我们家好吗？对不起，我能体谅，但是小雨她死得那么惨，我真的不忍心。要不然我再去试一次，如果还不行，就按你说的办。
不营业了，走吧。吃饭呀！这家老板是杀人犯，他家饭你俩还敢吃？也不怕把你俩杀了？喝水，喝水，来，喝水。有没有啤酒？这我喝不惯。来，不是张龙，差不多得了啊，目的也该达到了，该收场收场了。哎，想让我收场可以啊，那你把老严人给我叫来。严总有没有罪还没有定论，你凭什么要见人家人？凭什么啊？你说凭什么？凭他严谨杀了我儿子，我要血债血偿。你还没完了你！我现在就报警。你报，警察来了我也不怕，你报，赶紧报警，警察来我也不怕。等等，等着。小欧，你怎么来了？财神爷来了。冯大哥，你给我找个地方，我想单独和他聊聊。哎呀，这包房比楼下高档多了，这老严家得有多少钱呢？啊？那个钱带来了吗？你要钱干什么？什么干什么？封口费啊！他老严家不是让我闭嘴吗？拿了钱我就闭嘴。我看你是想趁机敲诈，拿钱买毒品吧？毒品？什么毒品？你说什么呢？什么毒品？哎！这是什么？不，这是什么？你管得着吗？这是什么？你管不着。吸毒是你个人问题，我管不着，但我可以报警。你吓唬我是吧？你有证据吗？我昨天晚上跟踪你，亲眼看到你在酒吧街和毒贩交易，我已经报告给缉毒警了。我想你的卖家也不会讲义气到帮你隐瞒罪行吧？这难怪我儿子让你害死了。哎，你还真是个狠女人。季瑶，我不怕你跟我玩这个。哎，我就是一个吸毒惯犯，怎么了？我就因为这个进去很多次，我也不怕再进去一次。那你知不知道战宇生前贩毒？战宇贩毒？你跟我开什么玩笑？酒吧街著名的毒贩 KK 哥就是战宇。你胡说！你再敢胡说，我对你不客气。我告诉你，我也希望说的是假的。但是战宇生前贩毒的事，禁毒支队的人早就知道。你可以让他们的陈副支队长向你亲口证实。要不是因为有你这个吸毒的父亲，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值钱，也不会走上贩毒这条路。你要知道，现在大众同情你，是因为他们觉得战宇是个好学生，是个好儿子。如果他们知道战宇贩毒，他的父亲是个长期吸毒人员，聚众示威是为了讹严家的钱买毒品，而不是真正的为了儿子，那你说的话还有多少人会相信？战叔叔，你听我一句劝，适可而止吧。如果再这样闹下去，严家的人也不会坐以待毙。等事情闹大了，所有信息曝光了，最后伤害的还是小雨的命运。你真的希望面对那一天吗？我今天来不是想做说口，我只是想让小雨走得安静一点。她这辈子过得太辛苦，就算她生前犯了错，我也想给她留下一个善良美好的形象，不想每天还一再心碎。所以，你好自为之吧，不要再沾染毒品了。在一切还没有下定论之前，也不要再找严谨的麻烦。小欧啊，你也真厉害啊！哎，你是怎么说服那个战海龙的呀？我是听陈瑞敏说他是吸毒人员，就点了他2句。哎，你可得小心啊！以后凡事告我一声，别单打独斗的，这太危险了啊！
知道了。哎，冯大哥，你是什么时候去1/3工作的？有半年了吧？啊，我当时看你和严谨闹别扭，所以我就没告诉你，我还让小芳跟我一块瞒着你。你可别生我气啊！怎么会？你做这些都是为了乐乐。严谨给你的工资还可以吧？还行，比我之前开车每个月多5、6千呢。哎呀，说实话，我打心眼里真的感谢严谨。严谨有什么消息吗？严慎去看守所看他了，说他状态还不错。那严慎没说这官司胜算有多大？我也不知道，但看他的样子，这场官司应该很难打。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相聚在这里，为战宇同学送上最后的一程。愿天上没有痛苦，战宇一路走好。接下来，向战宇同学行3鞠躬哀悼。1鞠躬。再鞠躬，3鞠躬。姐，我们会依据事实严惩凶手的。感谢国家，感谢政府，感谢警察同志。季小欧，季小姐，季小姐，请您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不好意思，请问你们这有关系吗？请问你们只是来祭奠战宇。各位，我们只是来祭奠战宇，有什么事回头再说啊，不好意思啊。小雨，接下来了。那首我愿意，我还没有学会呢。你下辈子接着叫我拉，好不好？姐，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就是做你爹。你放心，我一定做一个令你骄傲的弟弟。
季小姐，请问您今天来此悼念，是因为之前的背叛让您心怀愧疚吗？小姐，严谨是为了你杀害了詹宇吗？你们之间存在三角关系吗？小姐，回答我们的问题吧。这样子吧，季小姐，回答我们的问题。小姐，说两句，季小姐，说两句吧，季小姐，回答我们的问题。季小姐，我今天来只想参加我弟弟的葬礼。如果你们那么想知道我的感受，我就借此机会澄清几点。第一，严谨没有杀战宇，凶手另有其人，请大家给予警方查明真相的时间。第二，我、战宇、严谨三人的关系并不像网上说的那么龌龊不堪，一切都是有人恶意捏造。第三，请求各位媒体尊重死者的家人和案件相关人员，不要再打扰他们正常的生活。真相迟早会公布于众，也请你们今天给战宇一个清静。谢谢。不好意思。谢谢你，能在那个时候说那样的话。我只是做自己该做的事儿。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总会有人擦亮双眼。你觉得我特别像一个傻丫头吧？来。真希望严谨能安全回来。一定可以的。我入行快10年了，经历了各种希望渺茫的案子，但最终都打赢了。这一次，也一定会的。你快看，6年前严谨涉嫌杀人。这个案子过去这么久了，怎么偏偏这个时候被翻出来了？严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严生，6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谢谢。当年我哥做武警的时候有2个好兄弟，一个是老程，你认识，另一个叫孙佳玉，他们都喊他二子。二子在当年的贩毒案中做了卧底，不幸在最后的抓捕行动中牺牲了。我哥也参与了那次抓捕行动，他中枪昏迷，醒来时却莫名成了杀害二子的凶手。因为孙佳玉身体里的子弹是从我哥枪里射出去的，这让我哥彻底背了黑锅。当时的情形和现在一样，我哥被捕，众多不利于他的证据，我们全家都觉得他没救了。你不知道我父母当时有多绝望，可我当时还是个新手。但我的老师沈立言是咱们这儿最好的律师，我父亲亲自去请他替我哥打这场官司，而我就作为助手，配合他参与了整个案件的辩护工作。一审失败，被告人严谨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就在我们所有人都绝望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可以翻盘的证据。我通过案发现场遗留的一只鞋，找到了一个制毒小马仔，叫张国强。他在庭上承认是他用严谨的枪射杀了二子，而沈老师就在2审的法庭上上演了教科书级别的大翻案。我哥这才被无罪释放。
这件事情一直是我哥心里的痛，所以事情过去后，他从来都不愿意提起。只要不放弃，一切真相都会水落石出。等开庭时间一到，咱们就等着给严谨判刑了。这案子总算是告一段落了，大家回去都能睡一个安稳觉。怎么了，头儿？累的都不想说话了。没有，就是总感觉这心里吧，还不是很踏实。案子可还没审呢，而且那严大律师，之前过往一场官司可没输过，这次又是替他亲哥哥当辩护。目前证据确凿，杀人动机明确，除非有奇迹的出现，否则严慎不可能打得赢这场官司。不管怎么说吧，这个案子还是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刘伟也没抓到，而且还有很多谜团在咱们头顶悬着呢。逃离狂奔去的热动。